Hello， 大家好，我是吴业。说好的装修 DIY 到了第3集，不仅自己没动手，这次还请上助手了。因为我们这期的内容是关于门窗的拆除。当你拿到一个毛坯交付的房子的时候，它的阳台往往是没有封闭的，在内部会有一个推拉的移门，这大概率的情况会这样。所以当你封闭完阳台以后，那这个移门其实就是可以拆除。很多时候大家会让拆除的师傅直接把它这个拆掉运走，但是有专门的人会回收这样的门窗，不仅不要你钱，还要付钱给你。你敢相信吗？比如我们视频里面改造的这个户型，它朝北的走廊和朝南的这个相当于1楼的阳台是物业是允许去做封闭的，所以说我们内部的一些门窗就需要去做拆除处理。好了，我们上去看看师傅们干得怎么样了。稍微总结一下回收门窗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我们拆除门窗的时候，最担心的是我们原本的墙体遭到破坏，所以一定要去找专门回收铝合金门窗的这样的一些施工的团队和师傅，因为他们会更加熟悉怎么把门窗一个一个拆卸下来，可以做到尽量不破坏原来的墙体。那么即使你找到了专门拆除门窗的，在现场还是要去叮嘱一下，让师傅不要去做暴力拆除。因为有的时候时间很赶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去动用一些暴力的手段，有可能会破坏墙体。那门窗回收的价格是根据你的材料来定的，无论是铝合金的框架还是玻璃，都可以去回收价格。铁质的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大家可以多找几家来对比一下价格。那么最后现场的安全措施一定要注意，因为门窗拆除里面动用的一些工具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下一集我们装修 DIY 的内容总算要开始自己动手了，我们要去做一些关于施工工地的保护的内容，包括一些场地的一些清理和准备。虽然一个人做这些活很辛苦，但是我还是希望整个装修的过程能够尽量干净体面一点。OK，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